比起记忆里配方齐全、老卤多年养护的正宗卤味，今天这锅因为香料有限，确实差了不少。不过在这个年代，这锅简易古法卤味已经是顶顶好吃的西汉美味了，足够让家里人吃得欢喜尽兴。可以出锅了。娘，终于好啦！我闻着香香的一下午啦。娘辛苦了，看着好好吃。哎呦，可算熬好了。我活这么大岁数，真是头一回闻这么香的肉味儿。一下午坐在院里，风一吹，香味儿就飘过来，我口水都咽了好几回。太好吃了，娘，这个肉比红烧肉还要香，软软的，好好嚼。这个味道很特别，鲜香不腻，越嚼越有味道。从未吃过这般美味。春和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我是真的服了你。谁能想到猪头肥肠这些没人稀罕的边角肉能被你做得这么好吃，不腥不腻，香味十足，比镇上酒楼的大菜还要出彩。你这脑子到底是怎么琢磨出来的？新奇，好吃，独一无二。好不好吃是其次，家人吃得开心，日子热气腾腾才是最珍贵的。今日看你回来心境舒闪，想来今日镇上的交易是极为顺利的。很顺利，价格也合我心意。辛苦都是值得的，你顶着酷暑深山潜伏，辛辛苦苦猎得老鹿，晒药配货，凭自己本事换来的收获，本该如此丰厚。婶子，我心里有个长远过日子的打算，关于铺子的问题，想跟你好好商议商议。你说，婶子活了大半辈子，看过不少田产铺面的门道，能帮你好好参详。这阵子我攒下的收入不少，先前缴了山匪窝、猎山货、采草药，再加上今日鹿茸的收入，几笔累加在一起。之前修新房、修整院子、搭建驴棚、添置家用花去一部分，扣完所有开销，咱们家里现下实打实存下了400多两银子。400多两，寻常农户一辈子省吃俭用也攒不下几十两。春和短短10日，竟凭一己之力挣下这般厚实的家底，实在能干。银子一直压在箱子里就是死钱，不会生利。今日我在柳河镇细细观察过，镇上人流旺盛，商铺林立，各行各业都红火热闹，临街铺子极少空置。不管是租给杂货铺、吃食铺、布庄，都极好出租，租金也稳定。所以我打算拿出一些积蓄，一次性入手2、3间镇上的临街旺铺，一次性买好几间。春和，你可想好了？我想得很清楚，单买一间铺子，租金有限，只能保个零碎补贴，但多买几间临街好铺，叠加起来每月租金就是一笔稳稳当当的大收入，彻底把咱们家往后的日子稳稳扎根。这些铺子我全部不自己经营，只对外出租，每月稳收多份租金，年年有固定进项，不受天气、季节、运气影响。最关键的是，这几间铺面都是留给大丫二丫的终生底气，一辈子不用看人脸色，不用受制于人，安稳富足一辈子。春和，你这打算真是太周全了，一次性置办数间铺面，代代保值，年年收租，比存银子靠谱100倍。只是婶子还有个想法，你听听看。你手里的吃食方子太金贵了，就今天这卤味，整个柳河镇找不出第二家，独一无二，鲜香绝顶。你这般好手艺好方子，单单只用来自家解馋太可惜了。你不如腾出一间铺子，自己开个小小食铺，专门卖卤味特色小菜，凭你的味道，铁定日日排队，生意爆火。开店看似赚钱，实则起早贪黑，劳心劳力，日复一日只会耗尽清闲。买铺收租，省心省力，家底足矣。婶子，我明白你是为我好，也知道开店挣钱更快更多，只是我现在真的不想再操劳奔波费心经营了。咱们家底足够厚实，再加上日后2、3间铺面的租金叠加，日常吃穿用度、孩子读书开销，完全绰绰有余。只要不挥霍铺张，这辈子都不愁吃穿，家底还能越攒越厚。我打猎是随心随性，是喜欢山林清静自在，不是为了被迫谋生。我想要的日子很简单，家人安稳，手头宽裕，日子清闲，身心自在。等日后手头更宽裕，孩子再长大一些，我还想多出去走走。我想亲眼去看看这世间的大江崖河、名山胜景、自然风光。
看看各地不一样的风土人情。人生短短数十载，不该一辈子困在一方村落、一方灶台、一方铺面里，日日为生计劳碌不休。我拼命挣钱，拼命置产，是为了往后彻底不用辛苦，不是为了往后更加辛苦。是沈家也眼界浅了，只盯着银钱进项，忘了人活着最难得的就是舒心自在。你说的句句在理，有钱清闲，家人安稳，树铺收租，岁岁无忧，这才是真正的顶级好日子。既然你打定主意一次性买几间旺铺，只收租不做生意，那婶子全力帮你。等明日天晴，咱们一早去柳旗镇，有婶子帮我仔细把关，我便彻底放心了。春和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心里也动了心思。我手里这些年攒下不少私房银子，放在箱子里搁着也是闲置。我也打算单独入手2间小铺面，往后月月收租，手里多一份活钱，不用事事都靠着你贴补，自己手里有钱，日子过得也硬气。那可再好不过，咱们俩搭伴一起挑铺子，互相搭把手把关，看人看价都能多一分商量，不容易被旁人糊弄。就这么定了。明天天一亮，咱们就动身去柳河镇，专心挑选地段红火的旺铺，再寻个靠谱人牙子帮忙牵线谈价钱，省心不少。人牙子我心里有人选，就是村长家的大儿子陈有山，他常年在镇上做房产铺面中介，镇子大街小巷各家闲置铺子的底细他全都门儿清。原来是有山的孩子，为人老实本分，办事牢靠，找他确实稳妥。反正横竖都要找人经手办事，这笔中介费给谁挣都是挣。陈有山性子正直不耍滑，又是本村熟人，知根知底，找他最合适。成全他挣份辛苦钱也无妨，况且村长平日里对自家多有照拂，找他儿子办事也算互相给个情面。沈姐姐，今日怎么有空来镇上闲逛？稀客稀客。有山，我今日同宋婶子过来，是想挑几间镇上的临街铺面，买下来专门出租收租。你手里可有合适的房源？沈姐姐、宋嬷嬷，巧了，最近镇上刚好腾出好几处好铺面，东街路口那3间挨着粮油铺、点心摊，整日人流不断，做什么生意都不愁客源。正界中段还有2间连着的小铺子，格局规整，采光好，屋子地基扎实，不用大修。西街码头旁也有2间，光我说你们也看不出好坏，不如我赶着马车拉着2位迎街转一圈，实地看一看每间铺子的地段、大小、屋状，心里也好有个数。那就劳烦你带路。寻常农户攒10几两银子都难，沈姐姐一出手就要一口气置办数间铺面，连宋嬷嬷也要买2间，家底之厚实在吓人。我得牢记我爹的叮嘱，对沈姐姐绝不能玩虚的，绝不暗中抬价吃差价。沈姐姐，我跟2位说的全是实价，没有半点虚头。别家中介带人看房，总要多报1成价钱，从中捞好处。我不敢跟沈姐姐玩这套花样。当初你家翻修院落找我帮忙采买木料建材，我报的就是实打实的拿货底价。今日铺破报价也一模一样，房主开的底价是多少，我就原原本本告诉你们，1分不多添，1分不少瞒，你们尽管放心跟房主验价。有山这孩子实在靠谱，不耍心眼儿，找他办事果真没错。你这般实在，我们心里也踏实。若是地段、价钱都合满意，后续谈成了，该给你的中介酬劳，我们分文不会少。沈姐姐客气了，能帮上你的忙，我就十分乐意。酬劳按镇上规矩来便好，我绝不多要半分。这里正对入城要道，赶集乡民，镇上行人络绎不绝，人流量是全镇拔尖的。唯一不足是屋子年头久，屋檐偏短。若是租户开吃食摊儿，得自行搭个雨棚，其余不碍事。这2间是上等好铺，建成时日不长，墙体、地面、门窗都完好无损，地处闹市核心，左右挨着布庄、钱庄、嘎果铺，客源常年稳定，极少有空置的时候。此处依托水运，往来盛商，卸货货郎多，适合租给杂货、粮行商贩，租金单价偏高，唯独雨季屋内容易反潮。这孩子实在，别的人牙子之间好听的哄人，弊端一字不提，也就有山句句都是实情。有山，我买铺只打算出租收租，不求自营生意，要的是常年好租，不易空置。依你的经验，优先选哪处最合适？首选正街这2间连体铺，地段居中，人气不断，屋舍规整崭新，镇上做营生的商户都争抢正街门面，租金虽不算全镇最高，胜在稳定保值。往后若是想转手也容易，最适合长期持有收租。沈姐姐，旁人我不会说的这般细致周全，唯独对你不一样。我爹时常叮嘱我，但凡和你打交道，必须报实价办实事。今日跟你说的所有铺源报价，全是房主心里的底线，半分都没有抬高。
我不敢对你耍半分心眼。真是个懂事稳重的好孩子。既如此，我便听你的建议。正街这2间连体铺我定下了。太好了，我这就去联络房主。这户人家正要举家搬去府城图亲，急于脱手。友山，东街那2临街老店我看着合心意，街口人流旺盛，屋子虽老旧，但建材扎实，我打算买下，存一笔长久金养老。没问题，宋嬷嬷。东街铺面日日赶集，客流爆满，租给小摊贩再合适不过。周叔，这便是我跟你提过的沈姐姐，旁边这位是宋嬷嬷，2人诚心全款买下你这2间铺子。久仰沈姑娘大名，友山先前就跟我打过招呼，说是本村靠谱人，我自然不会漫天要价。不瞒2位，我家小子在府城谋了差事，我们夫妇打算长久搬过去。这铺子留在镇上无人看管，只想尽快脱手，对外零散卖给外商人，1间56两，2间合计112两。周叔，都是乡里乡亲，直接说你心底最低的实价。沈姐姐一次性付清现银，绝不拖欠半毫。哈哈，看在友山的面子，又是全款现银，2间连体铺，一口价90两，利器、过户杂项全都包含在内，不用你们额外掏1文钱。一间均价45两，对比集镇正街旺铺行情，这个价钱已经压到了底，半点水分都没有。90两可以，今日当场交割，现银2清，即刻去衙门下关契。爽快！听友山说你们是本村人，全款购置，我们2老也不多要。外面零散报价1间42两，2间84两，我们给到70两总价，70两今日利器成交，过户的小额岁费我自行承担大半，不让你们多费心。老人家实在，这价钱我收下了。产权清晰无争翻，可立官契盖印，按规收取过户税费。晚年手握铺面，月月收租，往后余生安稳无忧了。春和，这下可真是稳当了，以后每个月都有租金拿，再也不用慌没钱用了。对啊，婶子，我也不用天天想着挣钱，想去山里转转就转转，想在家歇着就在家歇着，舒服自在。沈姐姐、宋嬷嬷，等过2天我再去镇上帮你们盯着招租的事儿。等过2天我再去镇上帮你们盯着招租的事儿。哎呀，那可太谢谢你了，有你帮忙盯着，我们俩省心太多。没事儿，都是一个村的，应该的。我爸也总跟我说要多帮衬你们。行，那就辛苦你了。这沈姐姐太客气了，那我就收下了，以后有事儿随时招呼我。哎，娘，你们去镇上干啥啦？手里拿的是什么呀？红红的，好好看。这是在镇上买的铺子凭证，以后啊，每个月都有人给咱们送租金，家里不愁吃不愁穿，还能给你们买新衣服，买好吃的。那娘以后不用进山打猎了吗？不想去就不去，不用为了挣钱拼命了。奶奶也买了间铺子，以后奶奶也有钱，常常给你们买点心，买布做新衣裳。师傅，宋嬷嬷，跑了1天路，快坐下歇歇。我以后每个月收租金，攒下来的钱就给2个丫头置办东西，一分不动家里的钱。我打算等孩子们再大一点，家里钱再多一点，我就出去走走。我想去看看大山大河，看看别的地方是什么样子。说得对，人活着就是图个舒心。以后我陪你一起出去逛逛，长长见识。那娘出去的时候能带上我们吗？等你们再大些，当然带。那我也要去，我要看大河。师傅放心出去，家里我守着，妹妹们我看着。有存款，有铺面，月月稳收入，再也不用起早贪黑折腾。想休息就休息，想进山就进山，想游玩就游玩。这就是我想要的简简单单的安稳日子。娘，我今天能干好多活儿，我也会割稻穗。来来来，先别急着下地，一人喝1碗绿豆汤再走，解暑又解渴。下地干农活不容易上火中暑。宋奶奶，您手艺也太好了，这绿豆汤喝着清甜的很，喝完心口一下子就不闷不热了，真好喝，凉凉的。等会儿下地再晒也不怕燥热了。宋嬷嬷，这汤实在解暑，等下干活都有力气。辛苦婶子了，总这么惦记我们。都是自家人，客气啥？晚点我再熬一波，给你们送田里去。弟妹，等一等，先别下地。哎，弟妹快别动手！你一个本就操劳家里里外，还要带2个孩子，哪能让你们自己啃这累活？俩乖丫头，快把小刀放下！这田里农活又累腰又磨手。大伯，我们能帮忙的，割一点是一点，能帮娘减轻点累。对，我们能干。不用，你们几个只管歇着，就这1亩田，交给我和大牛、二牛，
我们常年干农活，手脚麻利，保准给你收得干干净净。二牛，别愣着了，赶紧下地，麻利干活，帮你春和婶把这一亩稻果全都收利索。好嘞，歇一歇，到树下喝口水。都累坏了吧？快来，我又熬了一锅亮得透透的，赶着给你们送来了。宋奶奶又送汤来啦！慢点喝，别呛着，还有一大桶呢。今天真是多亏你们父子了，不然这一亩田我们得割到下午去。弟妹说这话就见外了，你帮了我们家那么多回，我这才搭一回手，算得个什么？以后地里有啥活，你尽管喊一声，我立马带人过来。好，那我记住了。日子一天天安稳下来，身边有真心帮衬的人，田里有沉甸甸的收成，这样踏踏实实的烟火日子，比什么都好。你们快看，宋婶子又给春和妹子送汤送水了。下地干活能喝上口凉丝丝的绿豆汤，那得有多舒坦啊！真是贴心人，宋婶子时时刻刻记挂着春和一家，一点不含糊。唉，那也是春和值得。咱们村谁不晓得，春和妹子心肠最软，待人最实在。也是，谁家有事儿她都愿意帮，人心都是换出来的。她对别人好，别人才真心疼她帮她。快，都凉透了，过来喝汤。我在家又熬了一大锅，放得透凉，只管敞开喝。您做的绿豆汤也太好喝了，甜甜的，凉凉的。刚才干活晒得我心里闷闷的，喝完一下子凉快透了。唉，真的很解暑，嘴里甜甜的，身上的汗意都消了大半，待会儿干活更有力气了。宋嬷嬷手艺真好，这绿豆汤清甜不腻，喝完整个人都清爽了。多亏您送过来，不然干一上午重活肯定燥得慌。舒服，真是太舒服了。这秋老虎的天，干一上午农活，浑身热气，喝上这碗汤，从头到脚都通透。你们都是实诚孩子，踏踏实实帮家里干活，辛苦得很。我在家闲着也是闲着，熬锅汤，送点水，都是举手之劳。我临走前还蒸了一锅白面馒头，待会儿活干完，你们全回我院里，我再炒2个小菜，好好吃顿热饭，歇歇身子。平日里都是你照顾大家，如今秋收帮你干点活都是应该的。好了，彻底割干净了，一亩田一粒没剩。秋收晒粮，最忌偷懒，必须勤翻勤晒。这秋日看着干，地里潮气重，不翻透，晚上一回潮，粮食就容易捂坏。多翻几遍，晒得干透，往后囤进粮仓，放1年都妥妥当当。快洗手，坐下吃饭。累得腰酸背痛的，一吃饭浑身都轻松了。日头虽好，只晒1个下午根本晒不透，表层看着干了，内里依旧藏着潮气。现在入仓，用不了几日就会反潮发霉生虫，好粮食就糟蹋了。这批粮食还没彻底干透，内里藏着潮气，今天还要接着晒一整天。师傅，我来帮忙，我这就把粮食重新装筐，挑去晒谷场铺开。娘，我们也帮忙，我们帮着扫谷子翻谷子。好，今天咱们接着晒，多翻几遍，一定要晒得里里外外彻底干透，存进粮仓才能放得久，1年都不会坏。秋收晒粮最是急不得，就得一遍遍晒，一遍遍翻，多晒2天，粮食干透彻，吃着口感好，囤着也省心。晒粮就是要这么细致，很多人家图省事，一天只翻2、3遍，看着干了，实则内里潮湿，冬天一囤粮就发霉结块，白白糟蹋1年收成。完全晒透了，今晚安心收粮入仓。春和家这粮食晒得真干净，人家干活就是细致，
不糊弄不偷懒，1年收成妥妥的。今年秋收圆满了，这一仓粮够吃到明年秋收，年年不愁吃喝了。这是娘辛苦耕耘换来的。弟妹，你家的活儿彻底干完了，我和二牛得赶紧回自家田里去，家里还有好几亩稻果没收，再拖怕赶上变天，得抓紧抢收。今天真是辛苦大伯哥和二牛了，多亏你们帮忙，才能收得这么快。都是自家人，说这些外道话干啥？以后有啥活你随时开口就行。师傅，我家里田家还有不少稻谷没收，我想回去帮我爹帮我弟收几天粮，等忙完立马回来继续练功干活。行，你回去帮忙吧，好好帮家里把稻谷收干净晒干透。家里农活要紧，不用急着回来，基本功别彻底丢下，抽空简单练练，别偷懒懈怠。徒儿记住了，每天都练，忙完立刻回来。你放心，我盯着他，肯定不让他荒废功课。大家快来！大家快来！这里有熊脚印！看这脚印大小，这熊个头吓人，从没见过这么壮实的。山里野果子遍地都是，他偏偏跑下来折腾。估摸着是惦记果树和田里散落的谷粒，然后才大着胆子一步步摸下山来了。我的老天爷，真的是大黑熊下山了！这也太大了，这要是撞见，哪里还有活路？往年入秋，山上野山楂、野枣、野栗、野葡萄遍地都是，吃的野兽个个饱饱的，从来不下山祸害人。这熊摆明是吃惯了山外的好东西，嫌弃山里野果清淡，专门跑下来馋咱们的鼠鼠岛村里的甜果子。你们不懂，秋末的熊最可怕。秋末的熊最可怕，他们要囤脂肪过冬，食量吓人。这么大一头熊，山里零散野果根本填不饱肚子。他一旦摸熟了山下有路有吃的，往后天天都会下山转悠。快去喊村长，出大事了！大熊下山祸害人了！快来人！山脚稻田被熊踩坏了，有大兽下山！村长，不好了，后山有熊，大黑熊下山了！什么？黑熊？糟了，真是大黑熊，而且是头极壮的成年大熊。看着脚印深浅大小，体重绝对不轻，力气更是恐怖。村长，这下咋办啊？村长，这下咋办啊？田里稻谷还没收完，这熊天天在山脚晃，谁敢下地干活？不收粮，1年收获全没了；收粮又怕被熊伤了性命。夜里他要是摸进村子怎么办？家里还有老人小孩。秋收是全村人一整年的指望，若是被黑熊耽误，家家户户来年都要饿肚子。沈春和处事冷静，心思缜密，还有对付黑熊的精力，去找他帮忙。春和，出事了，大事不好了！陈叔，怎么了？可是山脚的熊迹？没错，后山下来一头体型格外壮实的大黑熊，脚印吓人的很，还糟蹋了山脚一大片稻田。现在全村人都慌了神，没人敢下地收粮，可田里稻谷再不收就要烂在地里。春和，这事儿整个村子没人能拿主意，思来想去，怕是只能麻烦你出手想想办法了。我记得你从前打过黑熊，有应对的经验，你出面，我们心里才能踏实点儿。陈叔，你别急，先稳住心神。黑熊下山虽凶，但也不是毫无方法的野兽，不会无缘无故乱闯乱攻。现在只是踩坏了稻田，留下踪迹，还没有伤人闯村的迹象，事情还没到最坏的地步，不要自乱阵脚。对，还是你沉稳，我刚才属实乱了分寸。你先回山脚稳住村民，别让大家扎堆慌乱，也别让人贸然靠近山林和田边茂密草丛。我收拾一下，马上过去现场看一看黑熊的踪迹和活动路线，摸清它的来路和习性，咱们再商量万全的对策。好，我这就回去稳住大家，你可一定要快来。春和，我知道整个村子里就你有对付黑熊的经验，这事儿也推脱不开，你肯定是要过去查看的。可野兽毕究野性难测，尤其是这种大块头的黑熊，发起疯来十分危险。你一会儿去山脚探查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冒进，多留心四周动静，把安全放在头一位。
多留心四周动静，把安全放在头一位，能远远摸清踪迹就好，别轻易靠近密林深处。婶子，我心里有数，不会莽撞行事的，只是去查看脚印和他走动的路线，不会主动去招惹黑熊。锁紧院门，不许出门乱跑。有他在，大家慌乱的心总算落了几分。春和，你快看看，这熊实在太大了，活这么多年，从没见过这么吓人的兽迹。先看整体地势，痕迹一路从深山深处直踏进良田。这是成年大黑熊脚印，绝非幼熊，单个爪印超过1尺，比我手掌大3倍不止。掌垫宽厚，爪痕粗深，下陷深度说明体重极沉，普通黑熊300-400斤，这一头最少500斤往上，这一头最少500斤往上。我的娘，500斤！这哪里是熊，简直是山里的巨兽！怪不得道感全被碾得稀烂，这体重啥庄稼扛得住？这头熊不是恶疾下山伤人的，就是秋末嘴馋，山里野果酸涩，它吃腻了，闻到山下稻谷香甜味儿和果子甜味，特意慢悠悠下山闲逛，而且胆子很大。趁白天村里人全在田上干活，嘈杂人多，野兽不会近身，他就趁着人分散溜下来解馋，只是随意踩踏扒拉骨碎，没有疯狂破坏和追猎，说明性情还算平和，没有暴怒攻击性。第一，体型巨大，力气极强，寻常锄头镰刀伤不到它。第二，食性贪嘴，不嗜杀，只为吃食下山，没有闯村伤人的意图。不出几日，整片山郊稻田都会被糟蹋干净。日子久了，胆子越来越大，迟早会逼近村子，到那时候危险就真的来了。原本慌乱无措，现在熊的习性目的全明白了。幸好村里有沈春和在，不然面对500斤巨熊，只能束手待毙，白白糟蹋整年收成。从今往后，严禁任何人单独去山脚田地干活，不管是割稻、捆稻、捡稻穗、挑谷袋，只要是靠近后山的田，最少3到5人结伴一起。只要是靠近后山的田，最少3到5人结伴一起。对，人多他就怕，不能落单。第二，收稻顺序改一下，接下来大家先收里田，再收边田，把安全粮食全部先抢收完，最后全村集中所有人手，一次性快速度扎堆，把山脚边田的稻谷收干净。听见没有？先收里田，边田最后集中收，谁也不许私自去碰。第三，调整干活时辰，避开他最爱下山的时间，以后清晨傍晚少下地，不靠近山脚，专门挑正午大太阳的时候集中抢收。人最累点没事，但是安全能完美避开熊的出没时辰。怪不得白天从来没见过他，原来他怕晒。第四，安排人轮班盯山，站岗放哨。村长，你挑20个年轻力壮、胆子稳的后生，分成2班。一旦看见林子里树枝晃动，听见沉重脚步声，看见黑影，立刻敲锣，大声吆喝。大家务必盯紧各处隘口，绝不能出纰漏。知道了，我们盯牢。第五，田里干活不许死气沉沉，安安静静埋头干。只要在靠近后山的田里干活，大家就多说话，多搭腔，多吆喝，时不时喊2声。熊天生谨慎胆小，喜欢摸黑摸进地方偷吃。原来热闹也能保命，懂了。家里老人孩子全部禁足。接下来秋收没彻底结束以前，小孩子不许去田边玩，不许去山脚捡野果，老人也别单独出门闲逛，家家户户白天院门扣好，大人安心下地干活，家里不留隐患。我的乖乖，原来是这么个道理。这下不怕了，咱们按着法子来，既能收完稻子，又碰不着熊。春和，今天真的多亏你了。这熊现在只是贪嘴偷吃，没有伤人之心，但野兽终究是野兽，野性随时会变。咱们始终记住一句话：只防不惹，只避不斗，谁都不许逞能，不许私自靠近山林，不许想着去斗熊猎熊，老老实实按规矩干活。今年的秋收一定能平平安安收完。记住了，全都牢牢记住了。哎呦，我的娘啊！我刚才心都悬到嗓子眼儿了，我真以为今年稻谷要全糟蹋，搞不好还要出人命。可不是嘛，咱们都是种地的庄稼人，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，哪里懂什么野兽习性？还是春和妹子厉害，沉着冷静，
还能一点点把熊的脾气、出没时间、胆子大小全摸得清清楚楚。怪不得这熊白天不见影子，专挑清早傍晚下山，原来是怕热贪嘴。咱们要是瞎莽撞干活，早晚得跟这大家伙撞个正着，那可就真完了。春和，你今天真的是救了咱们全村的秋收。要是任由大家瞎躲瞎怕，耽误个3、5天，田里稻谷石头落穗，新雨发霉，咱们全村1年的辛苦就全打水漂了。村长不用这般说，邻里互光互助本就是应该的。只要大家待会儿严格照着规矩来，不偷懒、不逞更、不私自乱跑，就绝对出不了事。我晓得，我们肯定听话。谁敢单独往山脚跑，我第一个罚他。你们20个年轻力壮的，现在立刻出来站队，我马上分早晚晚2班值守。第1班守清晨天蒙蒙亮的时候，天不亮就到岗，日出大太阳再换班。第2班守傍晚日落天色擦黑的时候，这是熊最爱下山晃悠的时辰，半点马虎不得。每个人值守都给我专心，眼睛盯紧后山林子，耳朵听着动静，别愣，别好奇，别往前凑，第一时间敲大铜锣，扯开嗓子喊人，不许单人独行，不许闷头不说话，清早早晚不许靠近山脚。正午大太阳辛苦点，扎堆抢收，人声闹起来，野兽不敢靠前。还有各家看好自家娃娃，最近几天不许出门乱跑，不许去田边玩耍，更不许去后山捡野果。别怕，有我在，咱们先去里田收割。好，听姑娘的。春和，今天真是辛苦你费心谋划了。今晚傍晚值守，要不要我们多派几个人守着？万一那熊真的下山，我们也好有个防备。不用多增人手，按刚才的排班就够了。人太多扎堆反而慌乱，容易出错。只要大家守好本分，听话守规矩，今晚必然平安无事。你们说，那大黑熊今晚真的会下来不？不好说。春和妹子说了，这熊就喜欢傍晚凉快的时候下山。昨天刚在这边吃到甜头，踩过稻田，大概率会来转转。说实话，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守熊，心里直发慌。别怕，记住春和妹子的话，咱们只守不惹，看见影子立马敲锣，立马大喊，绝不往前凑。有动静，别说话，听。别慌，别跑。不能让他靠近，敲锣喊话。有熊下山了，所有人远离山脚。真下山了，那熊真准时下山了。我的天，太险了！幸亏春和提前给我们安排的明明白白。以前我还觉得野兽说不定随便下下没用，现在才知道人家是真懂山兽，怪不得他能打过黑熊，不是运气，是真的摸透了野兽的性子。春和，真让你说中了，傍晚那大黑熊真下山了，个头大的吓人，还好后生们听话，敲锣喊话，及时把他给逼回山里了。真下来了，那可太凶险了。不意外，他贪嘴记录肯定会再来。今晚只是试探，没尝到甜头，暂时不会发狂。春和，全村人现在是彻底服你了。你看咱们今晚要不要再加点防备？你看咱们今晚要不要再加点防备？我们都听你的。今晚不用折腾人熬夜硬守通宵，黑熊夜里视力好，胆子更大，人熬通宵反而疲惫松懈，容易出事。这样安排：第一，今晚起全村每户出1根长木棍，1把干稻草，全部堆在山脚要道。明天一早全部做成简易篝火堆，傍晚日落就点燃，火光烟气野兽最忌惮。第二，今晚值守到亥时，之后山林彻底入夜，熊基本不会再下山，大家轮流前守就行，不用费死劲儿。第三，通知全村，明天正午日头最毒的时候，全村老少统一出动，扎堆抢收山脚边田，所有人凑一起，人声鼎沸，人多势众，黑熊绝对不敢靠近。1天之内把所有风险稻田全部收干净，一劳永逸。好，这法子太稳了，我马上通知全村。好，这法子太稳了，我马上通知全村。哎，这下可踏实了。
干活喽！看见没？那熊就在山里看着呢，不敢下来。哈哈，现在知道怕了，我们人多，还是春和妹子厉害，直接掐住这熊的弱点，赶紧收，收完咱们就彻底不用怕它了。终于收完了，全部收干净了。今年秋收总算圆满了，一点没被熊糟蹋，真是托了春和的福，不然我们今年既要怕熊，又要烂收成。黑熊连着几日下山，贪念已经养出来了。现在稻谷收尽，山里找不着河口吃食，它饿极了，迟早要闯村伤人。5连日头最毒，熊最怕热，最易犯困，正是猎杀最好的时辰。今日进山，目的除熊，全程听我指挥，不许乱不乱喊，不许擅自逞强。知道了，师傅。知道了，娘。大牛，你身形稳，力气足，待会儿你侧面卡位，牵制退路，冲锋时格挡阻拦，不要硬拼。知道了，师傅。大牙二丫，登高放哨，紧盯林子，见熊影变动或脚步声，立刻低声报方位。知道了，娘。走。娘，左前方草丛在晃。娘，左前方草丛在晃。是重物挪动的声音，很重，肯定是大熊。大牛，右侧迂回，堵死他下山的退路。大牙二丫，登高站稳，全程报动向。娘，熊抬头了，他在看左边林子。师傅，他起身了，要往山下走。娘，正面冲过来了，偏右半步。畜生，站住！娘，他发狂了，往后退半步。师傅，他在原地打滚，小心被蹭到。师傅，成了，熊死了！你太厉害了，刚才好吓人，但是我们一点没拖后腿，我们一直盯着他的动向，没有溜第一点动静，全程都帮娘看着呢。做得很好，今日能顺利除了这山林大患，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是你们3人各司其职，配合默契，缺一不可。那是那头大黑熊，死了。春和，你把熊杀了。师傅，这熊真的太大了，换做旁人，别说杀它，能跑都算万幸。都别怕，祸患已经除干净了，以后后山再也没有下山害人的黑熊了。春和把后山的大黑熊是杀掉了，后山熊患彻底没了。啥？杀熊了？那500斤的大熊，别是听错了吧？那东西皮糙肉厚，力大无穷，一群壮汉都不敢硬碰，怎么可能被除掉？我的老天爷，真死了！真的是那头下山作恶的巨熊！你们看这身子，这爪子，这脑袋！我的乖乖，春和妹子也太厉害了！春和，你救了咱们整个村子，这头熊一日不除，咱们村子一日不得安宁。今天多亏了你，都是邻里乡亲，守护村子安稳是应该的。熊已经伏诛，后患已除，大家往后可以安心种地，安心过日子了。这头熊扔在山里可惜，也容易腐坏，招引别的野兽。村长，你带人处理一下。村长，你带人处理一下，剥皮剔肉，全村家家户户平分。好，全听春和的，我立刻带人动手。你们看这熊油厚厚的一层，能熬一大锅。这熊腿比咱们家的猪腿还要粗。春和，全村的福气都是你挣来的，这最好的一份必须留给你。没有你，咱们今年秋收难保，村子也不得安宁。这下好了，熊患彻底没了，还有熊肉进补，真是逢凶化吉，圆满顺遂。这辈子做梦都没想过，咱们庄稼人能吃上熊肉。
这辈子做梦都没想过，咱们庄稼人能吃上熊肉。这哪是吃肉啊，这是吃的安稳。这几天我反复睡不着，总怕这大黑瞎子糟蹋粮食伤着人。娘，以后再也没有熊下山了，对不对？我以后傍晚也可以出门玩了。尝尝我家的清炖汤，鲜得很；尝尝我家红烧的，入味极了。说真的，我都快愁死了。眼看稻谷熟在地里，又怕熊又怕雨，天天心里悬着。多亏春和妹子提前教咱们避熊，错峰收粮，最后还彻底除了根。是春和妹子站出来，护住全村秋收，护住所有人性命。最后更是带着大牛和大鸭二鸭放哨预警，师徒4人默契配合，一劳永逸解决了兽患。婶子，你闻，好香呀，好香呀！今天是我最安心的一天。之前我还有点怕，现在一点都不怕了，坏熊彻底没啦。师傅，今日弟子受益危险。从前我只想着练好本事，自己变强。今日我才真正懂得何为担当，何为守护。往后我一定勤加练习，好好长进，替您分忧解难，护好村子，护好家人。这下总算能睡个踏实觉了。前几天夜里我躺在床上，总怕那黑祥子又偷偷摸下山。现在好了，一了百了，再也不用担惊受怕。现在晚上开门都不怕了，一点都不吓人。不光是我们，整个村子的人今晚都能睡个好觉了。遇到事情光害怕没用，得听安排，各司其职，稳住手脚，才能保护好自己和家里人。今天能除掉黑熊，也不是娘一个人的功劳，我们几个人配合到位才办成事。从开始的人心惶惶不知该怎么办，再到把黑熊彻底除掉，好在一切都顺顺利利。连日来心里压着的那块石头总算彻底落了地。现在熊被除掉了，后山最大隐患没了，地里的粮食也全部收进粮仓。前一阵子我托了陈有山，把镇上的铺面全部租了出去，手续这几天应该全办完了。如今我手里有2间大铺子，一间租给周掌柜，另一间租给开杂货的，这样坐等收租就行了。有了这些铺子，就等于多了一笔收入，不用下地干活，每年都能按时拿到租银，这样日子一下子就稳当了。真是熬出头了。前阵子我夜里躺在床上，闭眼就怕，总觉得那熊随时要下山。可不是嘛，那熊冲头下，伤了人，毁了粮仓，咱们今年1年就白忙活了。今晚的星星真好看，后山安安静静的，一点都不吓人。我终于不用一到天黑就躲屋里了。不是天黑可怕，是藏在山里的危险可怕。现在坏熊彻底没了，每天都能这么安稳。师傅，这次的事儿弟子记一辈子，往后我一定踏踏实实练功，认认真真学东西，将来能替您分担家事，护住家人，守住村子。村子夜夜安宁，镇上的铺面也早早办妥出租，没有一桩烦心事。春和啊，婶子今天专来谢谢你。春和啊，婶子今天专来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们这一村人今年真不知道要遭啥罪。你护了我们所有人，这几个鸡蛋你务必收下，一点心意。婶子客气了，都是邻里乡亲，该帮的自然要帮。老头子，我活了一辈子，从没遇过这么凶的山兽，你一刀除了后患，我们往后年年踏实睡觉，安稳种地。多亏你提前教我们守岗错开收粮，不然稻谷肯定被熊霍霍干净。以前总觉得山里凶兽无解，没想到你凭着本事，凭着脑子，硬生生给村子换了太平。是啊，你是咱们村实打实的救命恩人。娘，大家都好喜欢我们呀！真心待人，自然能得人心。大家都是最朴实的乡里人。以前我总觉得村里日子平平常常，现在我知道安稳平安就是最好的日子。师傅以德服人，全村人记着您的恩情，往后咱们家在村里只会越来越安稳。这就是善有善报，你冒着风险护全村，全村老小都记着你的好。好多鸡蛋呀，够我们吃好久了。完好的鸡蛋单独装，留着日常炒菜蒸蛋给你们补身体，多出来的我留着做卤蛋茶蛋，以后摆摊能用得上。这些全是做卤味凉拌小子的好食材，正好手头食材齐全，不用特意花钱大聘寮采购，稳妥。村里人是真知恩图报，这些东西看着普通，这都是各家省下来的最好货，实打实的真心。往后可以慢慢琢磨手艺，做点小买卖，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富裕舒坦。要小心一些，要放到通风的地方，
这次乡亲们送来的干货种类齐全，干豆角、萝卜条、干菌子样样都有，平时炖肉炒菜都合适。还有不少黄豆、磨豆浆、发豆芽、炖卤菜都能用得上，能省下不少买菜钱。之前一直忙着秋收，压根抽不出空闲折腾手艺，现在事情全都了结，要不正好借着秋末干爽的天气，重新把卤货的生意拾起来。眼下日子清闲，与其天天闲着打发时间，不如把卤锅支起来，卤上一些豆干、鸡蛋、黄豆、干菜，条件宽裕的时候再卤点卤肉、猪下水，拿到镇上去卖，做点卤货赚点活钱，银钱周转起来更加宽松。卤鸡蛋最好吃了，要是做出来拿去镇上卖，肯定好多人愿意买。做卤菜是不是工序比较麻烦？要不要提前准备香料、大锅这些东西？工序不算复杂，主要是香料配比和火候把控。家里之前还剩下一部分八角、桂皮、花椒，再配上干辣椒、酱豆调味，卤汤熬出来味道就足够厚重。今天先不急着直接开卤，先把干菜提前泡发，黄豆淘洗干净泡软，鸡蛋准备妥当，把需要的东西一一备好。明天一早起火熬卤汤，试着先做一小锅试水。师傅，泡干货、烧火、洗东西这些力气活都交给我，您只管安排怎么做就行。大牛，你先打几桶干净井水，把干豆角、干萝卜条分开装盆泡软，泡好之后反复淘洗。大丫，你去清点一下家里剩下的香料，缺什么香料记下来，下次去镇上的时候顺带买回来。二丫，你帮忙把筐里挑出来个头均匀的鸡蛋捡出来，轻轻清洗一遍，动作轻一点，别把蛋壳碰裂。泡干货、烧火、洗东西这些力气活交给我做最合适。八角还有一些，桂皮也够用，不过香叶不多了。娘说卤鸡蛋最好吃了，等做出来了一定要先尝一口。打算第一批先做卤鸡蛋、卤黄豆这类速卤，成本低，等速卤做出销路，再慢慢增加卤肉这些荤货。你做事向来稳妥，不管是守村子还是琢磨做买卖，都安排的条理分明。现在铺子有租金保底，再把卤货生意做起来，进钱的路子就更宽了，往后手里的余钱也能越攒越多。租金是稳钱，做卤货是活钱，两样搭配在一起，日子才能过得松紧自如。趁着秋末天气干爽，多做点打算。等到天气转凉之后，卤菜的生意只会越来越好。万事俱备，只等明天起火。大牛，把这碗端回你家去，给你爹娘尝尝，也带给二牛、三丫、四丫几个弟弟妹妹吃，都是自家慢火卤的，干净入味，不齁不腻。谢谢师傅，我这就端回去。好香好香，比过年吃的肉还香，是谁家在做吃的呀？哥，爹娘，我师傅卤了好多吃食，特意让我端回来，给咱们一家人尝尝鲜。春和日子刚富裕，还时时刻刻顾着我们一家，这份心意实在难得。你二婶就是心善心细重情义，自己日子安稳了，从来不忘咱们一家人。这么满满一大碗好吃的，年年岁岁都惦记我们一大家子。二婶最疼我们几个小辈，她做的吃食一定特别好吃。好香呀！二婶做的吃食最好吃啦！我想吃卤鸡蛋，香香软软的。我师傅亲手慢火熬的老卤，慢慢焖透的，每一样都特别入味。好香好香，不能着急。可是真的好香呀！二婶对我们真好，以后长大了我也要对二婶好。是你们二婶疼你们，惦记你们，咱们一家人才能日日有盼头，年年有安稳。都过来坐，都过来坐，你二婶特意让大牛端回来的。真是太贴心了，自己刚过上安稳日子，一点不藏私，有好的东西第一时间想着咱们这一大家子，真是个心善重情义的娃。来，三丫你的，四丫这颗给你，慢点吃，别噎着。比镇上卖的还香，二婶太厉害啦！甜甜的香香的，二婶做的东西怎么次次都这么好吃？我从来没吃过不好吃的。那是你二婶手巧，心地也好，做出来的吃食都带着暖意。二婶做事细，卤的东西不重盐不齁人，吃着最舒服。还是二牛嘴细会尝，你二婶过日子就是这样，啥都做得恰到好处。多多吃点儿，秋末天干，嘴里寡淡，吃点卤菜开开胃。豆豆软软的，我最爱吃这个。我师傅做卤味从来不放乱七八糟的料子，都是家常香料，干净井水，慢火慢慢熬，慢慢焖，吃着最放心。你别说，以前我总觉得过日子吃饱就行，现在才知道日子过稳了才能吃出这种咸心，这种滋味儿。
今年真是咱们村最顺利的一年。先是秋季大丰收，颗颗归仓，一点没糟蹋；再是春河豁出去除掉后山那头熊，彻底除了祸根；咱们晚上睡觉都踏实。可不是吗？前阵子吓得人心里发慌，天一黑就关门闭户，谁也不敢出门。现在好了，山也安稳，地也安稳，人心也安稳。最关键是春和自己争气。以前我总替她揪心，一个女人家拉扯几个娃多难啊！现在我是彻底放心了，她有本事，有定力，有福气。以后我也要乖乖听话，不让二婶操心。乖娃，好好长，好好听话，以后咱们家日子一年比一年红火。当家的，咱们回头好好捋捋，这2年日子变好，真不是咱们地里苦熬出来的。全是沾了二弟妹的光。说的一点不假。自从大牛拜春和为师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以前大牛就是个愣小子，有力气没处使，只会死种电，一辈子也就熬个温饱。跟着二弟妹进山猎野物，次次有收获，家里时不时能沾荤香。二弟妹这人真是天底下数1数2的厚好人。她自己命苦，年轻守寡，一个人拉扯3个娃娃，好不容易熬出头，正成家业，半点不独吞富贵，也从来不当我们是外人，处处提携，处处招呼。最关键是，咱们家里真真正正攒下存银了，放在以前我做梦都不敢想，咱们普通农家手里能有玉钱存着。你再看二弟妹如今的家底，自己盖了全村最体面的新房子，镇上3间铺面年年稳收租银，家里还置办了驴车，出入方便，体面省心。村里人谁不看在眼里？谁不知道二弟妹如今家底厚实，稳稳当当？大牛是他唯一正经收下的徒弟，跟着他学真本事，以后绝对差不了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最近村里好多人家都悄悄打听大牛。以前谁家看得上咱们家？可今年不一样了。自打春和除掉黑熊，全村安分，秋收大丰收，再加上大家看着二弟妹盖新房、买驴车，手里有铺面产业，所有人都明白二弟妹彻底站起来了，家业稳得很。大牛天天跟着二婶娘见世面，次次进山都能挣到钱，人又老实。村里人私下全都议论，沈二婶这么能干，这么有前途，以后肯定越做越大。大牛是他亲传徒弟，以后绝对是村里最有出息的年轻后生。所以最近有人来探口风是吧？可不是，都知道大牛跟着他师傅沾光，好多人家都巴不得把闺女嫁过来，就连王媒婆都跟我唠了大半晌。媒婆怎么说？她说咱家大牛现在可是香饽饽，师傅有能耐，徒弟以后绝对是人上人，有几家就图一点。大牛上进踏实，有贵人带，以后前途稳得很。说到底，全是沾了二弟妹的福气。道理我都懂，现在旁人看着的不是咱们老两口，是二弟妹的本事、家底、前途，还有大牛跟着他练出来的能耐。但是婚事，咱们绝对不能急，先好好学艺练本事，沉淀心性，根基扎稳最重要。咱们绝对不能仗着现在日子变好就飘。你说的太对了，咱们稳稳当当，慢慢相看，绝不潦草成婚。大山兄弟，小娘嫂子在家忙着呢。哎呦，是王婶来了，快进屋坐，快进屋坐。大清早的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婶子坐，我给您倒碗凉白开。我今天来啊，也不绕弯子，就是专门为你家大牛的婚事来的。昨天我跟你唠完，回去琢磨了一整夜，翻遍了周边村里合适的姑娘，挑出3家最拔尖、最门当户对、最靠谱的，专门上门跟你们细细说说。您细细给我们讲讲，都是哪几家的闺女，品性咋样，家里如何？我先跟你们说好，这3家我都是实打实摸清底细的，全都帮你们筛过一遍了。第一家，西头张老师家的大闺女，名唤张翠翠。这闺女今年16岁，年纪刚刚好，正是说亲的好岁数。张翠翠从小勤快懂事，打小就帮家里的忙，针线活更是拿手，样样都会。性子温顺，不爱多嘴，不爱搬是非，邻里口碑极好。这闺女是踏踏实过日子的料子，娶回家绝对是贤内助，稳稳妥妥一辈子。第二家李氏林催女李秋月，这姑娘比翠翠稳重些，也今年17，人长得周直白净，性子沉着安静。李家虽不算大户人家，亦是书香半分。这姑娘平日里在家做家务，照看成着弟妹，最大的好处，将来成家过日子，绝对和睦安稳。第3家就是咱们镇上边上的王家闺女王春桃，这一家条件最好，家里开着小杂货铺，闺女今年16，见过一点世面，姑娘活络聪明，嘴甜懂事儿，会算账，会打理家事，将来若是成家，能帮家里管账理家，处置里外琐事。这3家是我挑出来10里8乡最配你家大牛的，换做前2年，这3家人看都不会看你们一眼。但今时不同往日，你家大牛拜了沈二婶为师。沈二婶是什么人物？那是咱们这一片最有本事的女能人，大牛是她唯一亲传徒弟，明眼人谁看不出来？这孩子以后绝对出息，跟着沈二婶一辈子不愁吃穿。现在是人家抢着把闺女往你家送，我是专门给你们挑的顶好的3的3家，半点不掺差。当家的，你听听，
这3家都不差，你怎么看？婶子费心了，多谢你帮我们挑得这么细致。但是婚姻大事是孩子一辈子的归宿，不能草率。首先，镇上王家的闺女我先排除。哦，为何？那家条件最好啊。我家就是纯庄户人家，踏踏实实过日子。大牛性子老实本分，一心学艺练武，踏实干活。怕眼界性子不合，将来日子过不到一块去。咱们不求富贵，只求安稳同心。哎呀，你这话在理，确实安稳人家。剩下2家，本村翠翠、邻村秋月，都是好姑娘，都是过日子的好人选。但我不急着定。第一，大牛现在正是学艺最关键的时候，跟着2弟妹练本时候不能早早分心。第二，咱们不能因为现在日子好过了，有人上门提亲，看看他家风，随便定亲。第三，我和你婶儿却抽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别人说的再好，不如咱们亲眼看一看。你们2口子稳重，难怪日子越混越好。行，你们抽空悄悄相看。什么时候你们看上中意的，我再正式上门提亲、合八字、定日子。放心，好姑娘不朝等。真不敢想啊，以前咱们家连饭都吃不早，如今居然能挑着别人闺女相看。所有这一切都是2弟妹给的，没有春和，咱们家一辈子抬不起头。以后咱们不要辜负2弟妹提携，不辜负现在的好日子。你看这闺女是个过日子的模样，手脚勤快，眼里有活，性子看着不错。家风看着端正，院里收拾利落，爹娘也都是老实本分人，家里无吵无闹，安稳得很。就是这儿。秋月这姑娘文静好看，性子温柔，就是太安静了，不太做粗活。咱们农家过日子太文静娇气，怕是以后扛不住农家琐碎日子。你说的在理，秋月适合清闲温柔的日子，咱们家是踏踏实实庄户人家，日子太苦，怕她熬不住。当家的2个姑娘对比下来，我心里更偏向张家翠翠。咱们庄户人家娶妻只求勤快踏实，翠翠这样的最能撑家。我也是这个心思，秋月太文静，适合养在屋里；翠翠耐苦不娇气，娶妻娶的是一辈子安稳踏实。他们俩性子也挺合，而且他爹娘也老实，日后能少好多是非。翠翠年纪刚刚好，不大不小，懂事知礼。咱家大牛也学一身本事，前程稳稳当当。咱们不图吗？只求一户踏踏实实、和和一起过日子的亲家。行，那咱们心里就定下张家翠翠。暂时不对外声张，也不急着回话，等再过些时日，咱们再托王媒婆正式上门提亲，婚事慢慢来，稳稳当当才算最好的归宿。大牛，你过来，爹娘跟你说2句话。爹娘，你们说。大牛，你今年也不算小了，最近有不少人打听你的亲事，王媒婆给你挑了2户极好的姑娘。我跟你爹这几日悄悄去看过人，心里大致有了合适的人选，但婚姻是你的事，所以问问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，愿不愿意近期相看定亲？爹娘做主就好。话不能这么说，媳妇儿是你以后朝夕相处过辈子的人，脾气合不合，性子对不对，你喜不喜欢，比家境好坏更重要。你别怕羞，老实跟爹娘说心里话。你是想安心学艺2年，满点定亲，还是觉得如今日子安稳，也可以相看人家，提早定下来？爹娘，我听你们的。师父教我立身先立本，成家先立业。按理说，我该再多学2年，稳稳扎好根基。但是，若是爹娘看着人家姑娘品性端正，家风稳妥，我也没有不愿意的。我什么都不挑，只求姑娘勤快懂事，孝顺长辈，踏实持家。只要爹娘觉得合适，我就没意见。我好好做事，以后好好养家，绝不亏待人家。爹娘帮你相看的是西头张老师家的闺女张翠翠，人我亲眼看过，勤快能干，不娇气。爹娘也厚道老实，是能跟你安安分分过一辈子的好姑娘。爹娘看人准，我信你们。你们要觉得合适，我没半点意见。好，既然你不反对，这事儿就有谱了。但咱们家能有今天，全靠你2婶，你一身本事全都来自你2婶的教导，规矩礼数不能缺。咱们必须亲自过去，好好问问你师父的意见，让他帮你把把关，这桩婚事才算稳妥。应该的，我师父眼光最准，有师父把关，我才放心。大哥大嫂，今早怎么有空过来坐？春和，今天我们夫妻俩来是有桩大事，专门来听听你的意见，让你帮着把关。
大哥大嫂直说便是。二弟妹，是这么回事，王媒婆挑了2家姑娘，我们俩悄悄的看了，有个秋月姑娘文静温柔，但怕她扛不住农家日子，最后我们俩一致看中了张家的闺女张翠翠。这姑娘年纪刚刚好，家务活样样精通，难得性子也和大牛相配。张家爹娘也老实本分，大牛也懂事，只要我们看着行，他愿意听我们安排。春和，你是大牛的师傅，也是咱们家最有本事的长辈，他成家立业的大事必须过你的眼，你帮我们把把关。若是你也觉得合适，我们就择日托媒正式提亲。大哥大嫂，大牛心性沉稳，踏实上进，的确适合早早一门亲事扎根立业。其次，张家我知晓，夫妻俩忠厚老实，待人诚恳。张翠翠我也见过几次，平日里在村里干活勤快，性子柔和。咱们农家子弟娶妻，首重品性，次重家风，最后才看样貌家境。你们选的这姑娘，适配大娘再合适不过。这门亲事我认可，大牛踏实肯干，有上进心；翠翠温顺勤快，安分守身。2个孩子性子都稳，日子只会和和美美，踏踏实实。你们尽管放心托媒。有你这句话，我们就彻底放心了。王婶儿，今儿劳烦你辛苦跑一趟张家。王婶儿，今儿劳烦你辛苦跑一趟张家。我们2口子是真心实意，想求娶张家姑娘做儿媳，2家结个好亲，让2个孩子往后安安生生过日子。麻烦婶子帮我们好好说道说道了。王婆来了啊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老师哥，张家嫂子，我今儿来是给你家送一门顶好的亲事。陈大山家的大娃陈大牛，今年18，身子结实，人品端正。如今跟着春和学打猎谋生，胆子大，本事稳，在村里的口碑杠杠的。陈家这日子是肉眼可见的红火，不愁吃不愁穿，一家人脾气晕尊和，邻里和睦，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是非。陈家2口打心底看中你家翠翠，这不特地托我正式上门提亲，想跟你们张家结2姓之好。不知那孩子平日心性稳不稳，学艺干活踏不踏实？大牛这孩子格外老成，沉得住性子，不骄不躁，每日勤勤恳恳练功学艺，半点懒不偷。陈家也待人谦和厚道，承蒙陈家看得起小女，我家翠翠自小简朴度日，安分守己，没有半点娇生惯养的脾气。既然陈家真心结亲，孩子也人品端正，那我们2口子就应下这门亲事。太好了，2户厚道人家，一双懂事儿女，真是天作之合。往后定然家和万事兴，日子越过越兴旺。翠翠，过来娘这儿，跟你说几句贴心提旨话。闺女，爹娘已经替你应下了陈家的亲事，我们不贪图他家如今日子苦郁，是看中这一家人是真心能让你安稳过一辈子的好人家。你未来的夫君陈大牛，村里人人夸赞，勤快吃苦，孝顺懂事。他还跟着春和学艺，你春和姐那是咱们村里数1数2的能人。大牛跟着他师傅练出了一身真本事，有这么厉害的师傅，他的本事只会越来越大，前程更是不可限量。娘敢跟你打包票，你嫁过去绝对不吃亏。你们往后的日子只会一年更比一年好。你也是真的有福气，往后衣食无忧，不用受穷挨饿，这是多少人求不来的福气。爹娘给你择这门亲，图的就是你一辈子和顺安稳。大牛踏实肯干，身怀本事，这是实打实实的立身根本，比再多家产银钱都靠谱。往后你过门做了媳妇儿，一定要守好本分，勤快持家，踏踏实过日子，不能让人家挑咱们的理。女儿都牢牢记住了，往后我一定安分守己，勤快持家，好好过日子，绝不辜负爹娘的苦心叮嘱。爹娘选定的这门亲事，恰是我心里期盼着的安稳归宿。放心吧，这2个孩子是顶好的天作之合，八字相辅成，五行不冲不克，无煞无破，运势安稳吉利。男方敦厚踏实，日后福运霸掌；女方温顺贤良，最是顾家旺宅。这桩姻缘是天造地设的，往后小2口同心同德，家里日子一年比一年红火，家宅安宁，人丁和顺。好不容易定下翠翠这么个温顺勤快不娇气的好儿媳妇，说啥也不能委屈了姑娘。翠翠，过来跟娘站站。如今换帖合八字过小礼，所有礼数都走完了，你的亲事是正正式式定了下来，再也错不了。闺女晓得。娘跟你说几句实在话，当初爹娘答应这门亲事，不是图人家家里多有钱，是实实在在看了人，看了前程。大牛那孩子，全村谁不夸？最要紧的是，
他跟着沈二婶学了真本事。沈二婶是咱们村里最有本事的人，有她手把手带着，大牛这一辈子的饭碗都是稳的。你娘说的没错，年轻人成家太早容易误事。我们家跟陈家反复商量过，最终定下来，先定亲，缓成婚，就等2年，等大牛成了能扛事儿、能养家的男子汉，再风风光光娶你过门。这2年你就安安心心在家，好好学针线，学做饭，学打理家务，把持家的本事练熟。闺女都听爹娘的，我会好好在家学干家务，踏踏实实等着好日子。大牛，爹跟你说正经的，你的亲事彻底定稳了，但你千万不能飘，不能分心。你今年正是最关键的长金的时候，婚事定了是让你有盼头，不是让你胡思乱想耽误学艺的。是啊，孩子，咱家庄户人家，先立业后成家，这是硬道理。你师父尽心尽力教你本事，你可千万不能辜负他的苦心。这2年你什么都别多想，一心跟着你师父好好练，好好学，把性子磨得稳稳的，本事练得硬硬的。等你以后再娶妻成家，那才是真正顶天立地的好汉子。爹娘放心，我心里透亮，我绝不会分心，不会浮躁，好好跟着师父学艺长进，踏踏实实攒家业，等2年后稳稳成亲，好好过日子，绝不辜负师父，也绝不辜负翠翠姑娘。你这一脸喜气的模样，今天莫非是有什么天大的好事临门了吧？哎呀，二弟妹，真是大喜事！张家那边彻底敲定了，前后后礼数全都走完了，互换了庚帖，托人去镇上找老先生合的八字，人家说那是天造地设的大好婚配，不冲不克，天作之合。就连过小礼的聘礼，我们也按老规矩送过去了，张家也回了礼，这门亲事算是彻底锁死，板上钉钉了。春和，说句心里话，我们家能有今天，大牛能有今天，全是托了你的福。这份恩情，我们一家一辈子记在心里。我们也仔细合计过了，大牛现在根基不稳，本事没学透，太早成亲容易分心，耽误前程，所以我们都商量好了，先定亲，缓成亲，等2年后本事扎实了，再正式大婚娶亲。这样安排确实稳妥，是为孩子长远着想，本事立住了，往后成家才能稳一辈子。大牛这孩子我太了解了，别人家孩子贪玩的年纪，他天天沉淀长进，性性端正，知恩懂事，能娶到翠翠那样温顺贤良、踏实持家的姑娘，真是他自己踏踏实实修来的好福气。对，二弟妹你说的太对了，翠翠那姑娘真没得挑，我们2家真是100%满意。那真是恭喜你们2口子了，得了一双好孩子婚配，往后家业兴旺，事事顺雷，日子越过越旺。大嫂，大牛是我正式收的徒弟，如今他终身大事落定了，我这做师傅的怎么也得添一份心意。这只银镯你拿着，算是我给未来突袭的天福贺礼，一点微薄心意，你们务必收下。哎呦，二弟妹，这怎么使得？我们早就欠你太多恩情了，哪还能让你破费送礼啊？是啊，春和，你的心意我们领了，但这礼太重了，我们实在受不起，万万不能收。大哥大嫂，你们千万别跟我见外，我这做师傅的添一份福气是理所当然的事，你们只管安心拿着。二弟妹，你这人心肠也太好了，我们都不知道该咋报答你才好。陈大山、宋小娘，真心恭喜你们2位，我看着大牛这孩子长大，如今良缘已定，是你们家的天大喜事。多谢宋嬷嬷吉言，我们往后一定好好督促孩子，踏实做人，好好过日子。孩子他爹，你说咱们家祖上积了什么德，能遇上二弟妹这么心善的人？是啊，大牛能拜他为师，是这孩子这辈子最大的福气。往后这2年，咱们辛苦点，多攒点，多备点，咱们绝不能让人觉得张家闺女嫁过来受了委屈。你说的对，咱们就该这么办。大牛爹娘这2口子做人做事稳稳当当，半点不张扬。是啊，这样的人家福气都是慢慢攒出来的。说起来，时间过得真快，这一眨眼的功夫，孩子都定亲要娶媳妇儿了，真是岁月不饶人啊！哪能呢，婶子，日子还长着呢。现在只是定亲，2年后才正式成婚，往后好好过日子，享福的日子还在后头呢。也是，大牛这孩子是真的好，心性比同龄孩子稳重得多。那个翠翠我也见过几面，也是好姑娘。2个孩子品性都端正，一个踏实上进，一个勤俭持家。等将来他们成了家，
往后的日子必定节节攀升，一年比一年红火。那感情好，都是好孩子，注定是好姻缘。贾婶儿，快恭喜你！我刚在村口听人议论，说你家的翠翠跟陈家的大牛定亲了，这是真的？我的天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！是真的，不瞒你们，前几天彻底敲定了。哎呦，我的乖乖，那可真太有福气了！贾婶儿，你这是捡着顶顶好的一门亲事啊！咱们整个陈家村谁不知道沈春和的大名？你家未来女婿大牛，那可是他手把手掏心掏肺教出来的徒弟，可不是这个理儿。你瞧瞧村里那些半大倒子，心浮气躁的很，唯独陈大牛不一样，小年纪稳稳当当，前程亮堂的很。你家翠翠是温柔安静、勤快能干的好姑娘，你们老两口以后也跟着沾光，日子肯定越来越兴旺。这是几辈子修来的好福气，都是孩子们有缘分，也是两家人都本分踏实，才能结下这门亲。我也不盼着大富大贵，只盼着两个孩子一辈子安稳顺累。我们做长辈的就彻底知足了。嘘，这里有新鲜痕迹。抓到了，是一只肥兔。还不赖嘛！大丫、二丫，你们等等。大丫，你看那斜坡上头，那是什么？娘，我看着像是梨子。我也觉得是梨。没错，就是野梨树。我们之前进山路过这一片，这山里的野梨可好吃了，又脆又甜。那正好，走，咱们上去摘几个梨子尝尝。